西王母，又称玉皇大帝之妻，昆仑山女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重要的女神之一。她住在昆仑山上的瑶池仙境，掌管长生不老的秘密，拥有神奇的药草和灵果。身为道教中的尊神，西王母负责管理天庭的西方，象征阴阳平衡中的阴，被认为是长生不老、治病救人的神奇。王妈娘娘，又称王母娘娘，是中国道教和民间信仰中的重要神奇之一。她被尊为仙界的至尊女神，掌管众仙和天庭事务，具有无上的权威和神力。关于她的传说和由来，流传于中国的古代经典、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王妈娘娘的形象可以追溯到中国上古时期的女神信仰。在古代中国，母系氏族社会中，女神崇拜十分普遍。女神被认为是生育、保护和丰收的象征。这些早期的女神形象为后来的王妈娘娘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因。在道教经典中，王妈娘娘通常被称为西王母。根据《山海经》和《道德经》等古代文献，西王母居住在昆仑山上，统治西方仙境。她被描绘成一位端庄的威严女神，拥有永恒的生命和无穷的智慧。西王母的形象逐渐与王妈娘娘合而为一，成为道教与民间信仰中的重要神。在《山海经》中，西王母被描述为一位居住在昆仑山上的神秘女神。她生活在一座瑰丽的宫殿中，周围环绕着美丽的仙境和奇珍异兽。王母娘娘居住在昆仑山上的玄圃里，这是一座空中花园，叫做廊峰的院中，有玉楼9层，左绕瑶池，右环翠水。她有5名侍女，名华琳、媚兰、青娥、瑶姬与玉芝。它的象征物是蟠桃和三足鸟。在道教传说中，西王母不仅是昆仑山的女神，也是整个仙界的主宰。她掌管天庭的事务，负责统领众仙和天界的运作。据《封神演义》记载，西王母是天庭中地位最高的女神之一，与玉皇大帝共同治理天庭。她的权威和神力使她成为仙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在一些神话传说中，王妈娘娘被视为天地初开的创世女神。相传她与天皇、地皇共同创造了宇宙万物，并制定了天界的秩序。王妈娘娘的创世神话不仅展现了她的伟大与神力，也为后来的信仰奠定了基础。西王母与后羿的故事。后羿，古代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出生于东方部落，身材魁梧，武艺超群。他以勇敢和智慧著称，是一位神箭手，被尊称为射日英雄。根据传说，古时天空中曾出现10个太阳，炙烤大地，为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后羿受命于天帝，以一身神箭射下9个太阳，仅留1太阳以保人间生存。他的英雄事迹赢得了人民。后羿射日之后，虽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却意识到人生短暂，希望能获得长生不老的秘药，与其妻子相伴永远。他听闻西王母掌握着这些奇药，于是决定登上昆仑山，寻求西王母的帮助。后羿登上昆仑山，来到瑶池前，见到了威严慈爱的西王母。西王母对后羿的英勇事迹和对妻子的深情印象深刻，决定满足他的愿望。他接待后羿于瑶池，传授长生不老之术，并赐予一颗珍贵的长生药丸，嘱咐后羿小心。后羿将药物交于嫦娥，但其徒弟彭蒙得知此事，出于贪念，
企图夺取长生不老药。嫦娥为了保护药物，选择吞服药丸。药力发作后，她身体轻盈飞升至月宫，成为仙女。后羿得知嫦娥的去向后，深感悲痛与自责。他再次来到昆仑山，向西王母述说心中的痛苦与思念。西王母安慰他，解释长生不老的代价，告诉他虽然无法改变现实，但嫦娥在月宫将得永生。在西王母的开导下，后羿逐渐明白生命的真谛，意识到真正的幸福并非在于永生，而是在于珍惜与体验每一个瞬间。他明白了尊重自然法则与人生轨迹的重要性，开始重新检视自己的人生追求。西王母与后羿的故事不仅展现了古代神话中英雄与女神的情感与智慧，更深刻地探讨了人类对长生不老与爱情的复杂渴望。透过这传说，人们思考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后羿射日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神话故事之一，而西王母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相传，后羿射下9个太阳后，西王母为了奖励他的英雄行为，赐予他长生不老的灵药。然而，后羿的妻子嫦娥偷吃了灵药，飞升至月宫，成为月神。这故事展现了西王母的仁慈与神力，同时也揭示了她与人类世界的紧密。西王母与东王公的，在道教传说中，西王母与东王公，又称东王父，是相对应的神祇，分别掌管天界的西方与东方。相传，西王母与东王公共同主持天庭的大事，维持宇宙的平衡。东王公象征阳刚之力，西王母象征阴柔之力，两者共同代表了道教中阴阳和谐的理念。西王母与周穆王的故事，《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西元前976年到922年与西王母相遇的故事。相传，周穆王在一次巡游西方时，来到了昆仑山，得到了西王母的接待。西王母设宴款待周穆王，并赠予他长生不老的灵药。这故事不仅展现了西王母的神秘与威严，也反映了古代帝王对永生与神力的向往。西王母的蟠桃盛会。蟠桃盛会是道教传说中西王母举行的盛大宴会。据说，西王母每隔3000年在瑶池举办一次蟠桃会，邀请众仙参加，共享长生不老的蟠桃。蟠桃是仙界的珍果，吃了可以延年益寿。蟠桃盛会不仅是天庭的一大盛事，也是西王母展现其权威和仁慈的重要时刻。蟠桃树与蟠桃盛会的背景，在中国神话中，蟠桃树生长在西王母的瑶池仙境。这棵蟠桃树每1000年结一次果，所结之桃被称为仙桃，其果实不仅味美，而且食之可增长寿命。因此，每当蟠桃成熟之时，西王母就会举办一场盛大的蟠桃盛会，邀请天庭中的神仙们共聚一堂，共享美味，庆祝长生不老的神。盛会的准备与仪。西王母准备盛会时，首先要选择最成熟的仙桃，摘取下来，摆放在瑶池的宴席上。她亲自主持仪式，端坐主位，待各路神仙陆续到来。仪式通常包括祭拜天地、祈福长生不老、盛装待客等环节，以示尊重和庆祝神仙们的参与与活动。蟠桃盛会上，各路神仙云集瑶池，品尝仙桃，互相交流修行心得，分享神仙间的欢乐与情感。他们常会吟诗作赋，对仙桃的甘美赞叹不已，同时也讨论世间人事和天庭。
比如王母娘娘亲自款待神仙们，或者孙悟空等著名神仙的喜怒哀乐，增添了传说的趣味性和神话盛会的象征与意义。蟠桃盛会象征长生不老和神仙世界的繁荣与安宁，也体现了人们对长寿或永恒生命的向往与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蟠桃盛会不仅是美食盛宴，更是一种精神文化的象征，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生活和超越凡人的向往。西王母的蟠桃盛会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一段充满神秘和浪漫色彩的故事。透过这一传说，人们不仅可以体味到神仙们的欢愉和美味，更可以感受到长生不老和仙境生活的神奇与美丽。这个故事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也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各个角落。传说中，王妈娘与百花仙子有着深厚的友谊。百花仙子掌管人间的花卉，每年春天都会到昆仑山向王妈娘娘报告花事。王妈娘对百花仙子非常关爱，经常赐给她神力，使她能够更好地管理人间的花卉。这个故事不仅展现了王妈娘娘的仁慈和关爱，也反映了她对大自然的重视和保护。王妈娘娘的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广泛的描绘和传颂，例如《山海经》《穆天子传》《封神演义》等经典作品中都有关于她的记载。尤其是在《封神演义》中，王妈娘娘作为仙界的主宰，参与了许多重要事件，成为故事中的关键角色。在中国古代艺术作品中，王妈娘娘的形象也被广泛表现。她通常被描绘成一位端庄威严的女神，头戴凤冠，身披华丽的衣袍，手持仙杖，周围环绕着仙鹤、凤凰等神鸟。这些艺术作品不仅展现了王妈娘娘的神圣与美丽，也反映了人们对她的崇敬与信仰。在中国民间信仰中，王妈娘娘象征母爱、仁慈和保护，人们相信她能够祝福家庭幸福、子孙繁荣。因此，在许多地方，人们会在家中供奉王妈娘娘的神像或画像，祈求她的庇佑和祝福。特别是在婚礼、祭祀等重要仪式中，人们常会向王妈娘娘祈求助。在道教信仰中，王妈娘娘被尊为仙界的至尊女神，具有无上的权威和神力。她与玉皇大帝共同治理天庭，掌管众仙和天界的运作。道教经典如《道德经》《抱朴子》等都对她的神圣地位进行了详细描述，反映了她在道教中的重要。王妈娘娘在道教仪式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道教的祭祀仪式、祈福仪式、法会等活动中，人们常会向王妈娘娘祈求保护和祝福。特别是在道教的重大节日如中元节、重阳节等，王妈娘娘的祭祀活动更是不可或缺。王妈娘娘的形象和传说与道教的教义密切相关。道教强调阴阳平衡、和谐共生。王妈娘娘作为象征阴柔之力的女神，与象征阳刚之力的东王公共同维护宇宙的平衡。此外，王妈娘娘的长生不老神话也与道教的追求长生、超脱生死的教义相契合。江南地区作为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对王妈娘娘的信仰特别普遍。在这一区，人们不仅在庙宇中祭拜王妈娘，还在民间故事和地方戏曲中广泛传颂她的事迹。例如，在苏州、杭州等地的庙会活动中，王妈娘娘是重要的祭祀对象。福建和广东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对王妈娘娘的信仰已非常普及。这些地区的民众透过庙宇祭祀，
祈求神灵保佑等方式，表达对王妈娘娘的崇敬与信仰。在某些地方，王妈娘娘庙成为当地重要的宗教和文化场所，例如福建的泉州、厦门等地，王妈娘娘庙宇香火鼎盛，成为当地民众祈福和求子的圣地。随着明清时期的移民浪潮，王妈娘娘的信仰也传播到了台湾和东南亚地区。在这些地方，移民们将王妈娘娘当作保护神，建立庙宇，举行祭祀活动，延续了家乡的信仰传统。例如，台湾的台北市、新北市等地有多座王妈娘娘庙宇，香火鼎盛，每年吸引大量信众前来祭拜。此外，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人社区也有供奉王妈娘娘的传统。关于王妈娘娘的诞生，有许多传说版本。相传，她是天地初开时诞生的神祇之一，具有无上的神力和智慧。另一种说法是，她是上古时期的女娲后裔，继承了女娲的神力和仁爱之心。无论是哪一种说法，王妈娘娘的诞生都被赋予了神秘和神圣。在中国的各地，关于王妈娘娘显灵的故事广泛流传，传说她能够显现出苦难中的人们，降雨祈福，消灾解难。例如，当某地遭遇严重乾旱时，当地民众前往王妈娘娘庙祈雨，随后大雨倾盆而至，解除了旱情。这样的神迹故事不仅增加了人们对王妈娘娘的信仰，也使她的崇拜更加深入人心。在民间传说中，王妈娘娘常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凡人面前，帮助那些善良和正直的人们。例如，某地有一位贫苦的农民因天灾失去了所有的收成，王妈娘娘化身为一位老妇人，赠予他丰收的种子和农业知识，使他重新获得了丰收。这样的故事不仅展现了王妈娘娘的慈悲和仁爱，也使她成为民众心中值得尊敬和信赖的神。随着时代的发展，王妈娘娘庙在各地都得到了修缮与保护。一些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也正在推广和保护王妈娘娘的信仰文化，透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旅游项目，吸引更多人了解和参与这项传统信仰。这些庙宇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王妈娘娘信仰仍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它不仅是人们表达对母爱和保护的方式，也是社区凝聚力和地方文化认同的象征。透过王妈娘娘信仰，人们能够找到心灵的寄托，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现代社会，王妈娘娘信仰与现代价值观融合，例如，在一些地方的庙会活动中增加了环保、公益等现代元素，使传统信仰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此外，透过现代媒体和科技手段，王妈娘娘信仰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宣传，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加入。随着华人移民的不断增多，王妈娘娘的信仰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在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家的华人社区，王妈娘娘庙宇和祭祀活动逐渐兴起，成为华人文化认同的重要部分。这些信仰活动不仅增强了华人社区的凝聚力，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王妈娘娘信仰也不断适应新的时代需求。未来，王妈娘娘信仰可能在文化、旅游、教育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透过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将王妈娘娘信仰融入地方文化和旅游产业，
吸引更多人了解和参与，透过教育项目，将王妈娘娘信仰中的仁爱、和谐理念传播给下一代，促进社会的和谐。王妈娘娘作为中国道教和民间信仰中的重要神祇，其形象和传说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和丰富。她不仅是仙界的至尊女神，也是人们心目中慈爱仁慈的保护神。透过探讨王妈娘娘的起源、神话传说、文化影响、宗教意义等方面，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这重要的信仰现象。无论是在古代或现代，王妈娘娘信仰都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王妈娘娘信仰将继续焕发新的活力，为人们带来更多的心灵寄托和文化认同。